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。男嘉宾小高25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；女嘉宾小鲁23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读研吗？还是读本啊？现在在读研是吧？不是，我们刚刚备考完，基本上就能进同一所大学。哦，这挺厉害的啊，就初试已经过了是吧？对，可以，厉害啊！谈了多久啊？是一个学校的吗？是一个学校的，我们谈了有快3年了。我听那个好像怎么不尊重啊，家人啊，你们这什么情况？我们认识有快3年了吧？他这期间其实对我一直就很蛮横任性，但是这些我都可以包容。但是他对我的父母不尊重、怠慢，这让我忍受不了啊。其实我也没有不尊重他的父母，他说的有点过分了。哦，他做了什么，小伙子？这得从考研的事儿说起。那时候我大3嘛，那时候我就想为我俩以后打算，就说问他以后想干些什么，要不要考研。他说他没这个打算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想早点就业，然后我就先找一家公司，前景也不错。我干了2、3个月，结果他突然就告诉我他要考研了，就是因为他周围的同学啊朋友都在考研，他觉得自己也能考上，以后这样前景比较好。他认为我可以到他读研的城市去工作，我觉得这样一个学习一个工作，以后肯定会发生很多矛盾。然后我就很纠结，也不想让他读研，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。我也没办法，我只好做出艰难的决定，把我的工作放弃了，准备和他一块儿读研。啊，男生要说的问题其实特简单，我为他放弃了很好的工作。对，但是咱不是自己也学了吗？对吧？对，没事儿。好，接着往下说，怎么就得罪父母了呢？寒假成绩出来了嘛，成绩也不错，我爸妈知道以后就特别高兴。我借这个机会，我就跟我爸妈说，我说我把他带回来，让你们见一见吧，就是。我爸妈觉得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就特别高兴，然后比较重视这件事儿，说那好，咱们叫上亲戚一块准备一下，大家伙一块吃个饭。然后我就跟他商量好了，带他去买礼物，买了很多礼物，说你到时候带这些礼物直接去我家就可以。哎，这事儿做得很周到。然后呢？然后那天我们约好了12点半就开饭嘛，我就提前1个小时开车去他家里接他。到了之后，结果他没在家。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，他说他还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说跟他妈去串亲戚去了，这时间就不够了。我就说那你赶紧回来吧，赶紧咱们就出发。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去串亲戚，我家那个亲戚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我了，然后我妈就拉着我去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然后就去了。这也不是我想，不是我故意。姑娘，我打断问个问题，你妈知道你这一天中午要去你男朋友的家见男朋友的7大姑8大姨吗？知道，那不就得了吗？我那个亲戚基本上1年才回来一次。那这个亲戚能不能改一天，或者咱们见完这父母之后下午再见呢？当时真的没有想这么多，我本来想着就是能赶上的嘛，没想到就一拖就是说话说多了。我爸在这段时间内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。结果回来之后他还要补个妆什么的，就耽误了半天，最后去了之后迟到了1个多小时。哎呦，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嘛，去亲戚家回来之后风尘仆仆的感觉，我就第一次见他父母，就多正式的场合啊，我肯定得梳妆打扮一下，就是我也不是故意就是迟到的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不重视你才这样做，否则的话你不会提前准备吗？你为什么不提前化好妆啊？非要赶到这个时候临阵磨枪？可是你就不知道理解我吗？你以前也知道等我的，你就不会说什么。然后这次的话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啊，你就可以找个理由啊，你就说路上堵车了，帮我搪塞一下你爸妈，这也挺正常呀。是搪塞这么简单的事吗？第一次见父母你就应该尊重他们，你就应该准时到。是，知道了。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大错。要了命了，这孩子。其实就是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是个疙瘩，我就一直心里不舒服。就后来我们听着也不太舒服啊。尤其在后来的态度，后来呢？后来之后发生的事儿就更让我忍受不了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们2个就考研之后回学校嘛。我先去我那个出租屋去收拾东西，然后他在外面给我发信息说他想吃我炒的菜。我看他发消息，我就赶紧放下手头的东西，赶紧出去买菜，就回来折腾半天，弄了一桌子菜。结果你还会做菜啊？对，可以呀，小伙啊。他做的菜挺好吃的，还挺好吃的哈，难怪人家想吃的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回来一看。
他发消息说他不跟我一块吃了，他要跟同学出去。那是因为我在回学校的路上碰见了我们班一群同学嘛，他们非要拉着我说，哎，大家就快毕业了是吧？各奔东西了，都好不容易见一次面了，然后就非要拉着我去一块吃饭，我根本就不好意思拒绝，他们都拉我。但是我们事先已经约好了，你为什么不遵守我的约定？说放我鸽子就放我鸽子。可是我天天跟你一起吃饭啊，我就偶尔聚一次餐，联络一下同学的情谊，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。你的意思就是未来他天天跟你在一起吃饭，他可以找一个女同学一起看个电影是吧？我就是觉得那个饭吧，就是我也本来真的是我想让他做的，我想吃。错没错，也没错是吧？就是我想着晚上再吃也一样呀，我晚上可以陪他呀。你觉得这样正常吗？我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我就赶紧放下手头的东西去买各种吃的回来给你做。结果你出去之后，就因为他们的一句话，你就把我放下了。啊，行吧，再往下说吧，这事儿我们也听明白了。还有就是考研期间吧，就是我一边工作，然后一边学习，就是压力特别大，然后学习特别辛苦，我就想找他倾诉一下。我在微信上跟他发了很多消息，就是结果他回复我一个字，就打发我。那是因为我压力也很大呀，我还没有找你倾诉呢。我没有关心过你吗？特别紧张有压力。啊，就考研期间，从衣食住行我都特别关心他，但是他结果就嫌我烦，微信上还说我很烦。那我就是真的不会安慰他呀，我自己真的没有心情去管别人，我压力也特别大，我就没有想这么多。哦，行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呢？还有啊！我的天哪！这件事让我回想到以前的那些，就是因为我跟我父母这件事。回想到以前了。他现在就是在翻旧账。不是我翻旧账，是你以前的确做得很过分。有什么过分的事呀？你说说呀，倒是。就有一个免费的活动，就是说看元宵节灯会，我俩商量好了一块去，我就在那儿排队，人很多，然后我就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。后来他过来了，就知道还要排一会儿，结果他就非拉着我不让我看了，就让我白白站了2个小时。可是我不是还知道再要站1个多小时吗？就是为了占这么点便宜，就那个灯会人又多又没什么好看的，然后我就想着咱们就看个电影也挺好的，然后我就拉着他去看电影了，然后后来他也开心的去看电影了，当时也没有说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不明白现在都说出来这些不开心。那你也得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成果啊，你应该说点什么，表个态度，直接就拉着我就走。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你那时候也没有不开心，我看你也挺开心的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的。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就是因为他不尊重我父母，就是这件事儿让我很不开心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因为你不尊重我父母，所以就倒出来了。过去原来你是没尊重我的，你以前怎么不提这些事儿啊？对啊，他以前都不提。其实没把这些当回事儿，因为我比较宠他吧，就是说。这些我觉得男的应该就是让着他，那就让着接着让呗。对吧？他以前一直对我特别好，从来都没有给我发过脾气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给我大发脾气，我都受不了了。对，那你觉得是怎么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所以才来的。他就是觉得我在翻旧账，其实我就是因为我父母这件事儿，我就觉得有点爆发了。你们3年的整个相处模式是不是都是像你刚才所说的，基本上面是女生撒个娇，男生就听了。基本上是这种模式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你自己心里觉得你被他冷漠或者被漠视了，是吧？对。我觉得他说的太严重了。可能还真有一些严重在他的心里。你有觉得问题很严重吗？反正现在过得挺不开心的。啊。他就因为那天晚上他不是做了那些菜嘛，然后我没去吃，他又给我提分手，我就想着这么点小事就给我发这么大脾气，我就有点接受不了。是。我想不明白啊，他以前对我这么好，我觉得他变心了。到底这个事儿大还是小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高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就问你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表现在哪些方面？表现在，你做饭，对，人家回都不回来，人家不吃，你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了，为了进去看这个景哄他玩对，人家说排什么排，怪累的，咱走。他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是考虑你的感受的。你所有的努力，你的付出，你为他的放弃，你为他的坚持，他全部都是在考虑他自己。
我要化妆，我要跟朋友出去玩，我要你等，你就要等。整场对话，我的耳边一直在响那首歌，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你是不是一直在等？楼上楼下，家里家外这么等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呢？永远不可能。去见家长，你刚才跟我讲，你说我要去化个妆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怎么能不化个妆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怎么能迟到呢？而且你妈妈知道那天要去见家长，对吗？你妈怎么跟你说的？她就说中午之前我们能赶回来，我就没有赶回来了吗？没有，迟到了。所以你妈妈根本就知道那天对于你来说很重要。除非你们全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家庭条件特别好吗，比你？还行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对。那哪里来的自信呢？我长得好看呀。你知道，我们家来都是要做婆婆的人。你说，我儿子说把女朋友带回来，迟到1个多小时，那是看不起谁呢？所以我一直在讲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穿上不合适码的鞋脚疼，感情放错了位置心疼。所以如果你要继续等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除非他改，你们再继续聊别的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2个人都这么优秀，然后都是准研究生，我觉得你们去找彼此更适合的人就好了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我觉得是这样哈，你也别太把头就高高的扬起了。开始啊，其实你的论点是对的，慢慢往后越听，我觉得你这心眼儿也不大呀。就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回想起来以前这些。你记性还好。对呀，记性真好。当时不开心都不说，现在都懂。他吧，你别看他当时不懂事儿，但他记性差，他把这些事儿都不当成一件事儿。偏偏他不当成一件事儿的，你当成了一件事儿，这后面可有不好的果子吃啊！情侣之间永远是一个守恒的，这种某一个人很过分，或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宠溺的忘乎所以，这就要出事儿了。就比如说今天你们出的事儿，他太宠你，无原则的宠。以至于你觉得我做什么都没问题啊，我可以说我吃饭，你就马上一桌菜，然后就摆上，我可以不去，因为我可以再让你做一桌饭，你还得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以为的不可能一直没有回报的持续下去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原则，这就是一定要让对方清楚自己原则在哪里，这2个人才能守恒。你只能在一定限度里对他进行娇宠，但是一旦你觉得动了某一项你的原则，你会很过分，过分到某一件事做错了，把以前的事全都拿出来，这样的男朋友怎么敢往下交呢？在情侣相处的模式当中，一定要有度，张弛有度。一个人太过分了，比如这女孩表现，她是不对的，但如果你抓住她一点，你又过分了，那你也是不对的。你们俩这样如果这么下去的话，这就把恋人谈成了仇人。我们一定不要这么去发展，好不好？你们年岁都不大，都有不懂事儿的地儿，要彼此谅解包容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小高、小鲁，你们好啊！我觉得爱情是有一个制衡点的，就一个平衡点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再说一句，就是你惯的嘛。这一点我不认同。你不认同？为什么？我觉得男的就应该宠女的一些啊。好。但是女的就应该有。所以你就别埋怨人家迟到1个小时，你就应该宠着。家里面我兜着没事儿，媳妇儿你晚10个小时都没问题，今天不去都行。家里面我兜着，你别埋怨人家呀。他不能一直这样啊！以后我们还要结婚过日子的。你看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是我付出行，但是你不能太过分。我只能宠你到50%，剩下那50%你要靠自觉。凭什么呀？这样有什么错？你给我惯成这样了，然后你现在要求我怎么样？你如果要付出，你说的男生就应该宠女生，那你宠到底呀！你别宠到一半回去了，然后还埋怨人家。感情付出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啊，不能说一方只有索取对方的宠爱，所以你功利心太重了呀！我付出看不到回报，我就不付出了，那这叫爱吗？
如果以你的理论，男生就应该宠女生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为你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，是不是这个理论？那你现在不应该跟人家计较这些呀。这个宠也是有度的呀。所以啊，你的爱是功利的，我看不到回报，我就不付出了。这就是在感情当中，两个人一方如果多付出的话，那这个人看他是否心甘情愿。他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话，他一定会秋后算账。我有事儿在等着你呢。一开始我对你是好心疼，这男孩啊都这样了，这姑娘还在那儿说我没错我没错，但是你深想就会发现，这是你造就的今天这一切。他真的就觉得我没错，因为你给我灌输的感觉就是我迟到1个小时怎么了？我在你这儿迟到多久都没关系，你今天非要跟我计较这1个小时，而且你肯定给人家营造的是说，哎呀，你不用太重视了，就是去见我爸我妈一下，你不用太紧张，是不是？那他就会觉得，那这件事不重要。你跟我说让我不要紧张，不要重视，那我肯定不会特别紧张。我觉得迟到1个小时经常的呀，对吧？但是姑娘，我真的想说你，就是你知道刚才你说到那个迟到的那件事的时候，是有它的原因在。但是见家长迟到，事儿是你做的。如果你很重视这段感情，如果你很重视这个男朋友的话，我是你，我一定会大清早上起来挑好衣服化好妆，等着他来接你，哪怕提前1个小时到家门口等着。因为这是彼此双方的尊重，他来你们家也一样。你试试，如果是他去你们家，他会什么样的态度？他应该不会迟到的。而且你作为第一次去他们家，礼物什么都应该你自己准备吧？就是我们2个一块儿准备的。是，你应该会提前想到，就是你有多重视他吗？如果不重视，不那么爱，不那么重要，那就算了，好吧？别伤他的心。好，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你刚才说宠的要有度是吧？对。那你认为这个度是什么？就是前期宠他一点，但是慢慢的他应该能感觉到我是在宠他，然后他自己变得你感觉到他现在领教到了你是在宠他吗？不完全是。如果一个女生根本不尊重你所付出的，她就会不尊重你的父母。所以你自己啊，被别人不尊重也就算了，你连累的让你的父母也遭人家不尊重，所以还有什么跟老师好辩驳的？男人疼女人是没错，但人家得领情啊，人家领情了吗？你刚才说的那桩桩件件，你的付出，站了2个小时的脚，做了1桌子的菜，你对于将来的规划憧憬，人家领情了吗？我们见过很多男人疼女人，男人疼女人不丢人，自己的女人当然应该疼，但问题是人家得领情，人家得尊重，人家不尊重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。大学即将毕业，将来可能各奔东西，彼此依依不舍，一起商量一下我们的前途。他跟你商量了吗？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辛辛苦苦要去给他看一场灯会，你要的是那个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和美景，他是觉得贪那点小便宜干什么？他懂你的用心良苦吗？你非常慎重的想把他带到自己父母面前，父母一番欣喜，好好的准备等待，结果呢？所以我认为你这不是在疼女人，疼女人是把她们放在手心上，好好的呵护，你这叫巴结。所以别让别人瞧不起你。一个跟男生谈了1、2年的女生，即便她再怎么宠你，宠得你无法无天，难道你没有一点点心疼这个男生对你的认真吗？你环顾一下你四周的闺蜜和女同学，她们的男朋友能这样对你吗？想吃什么立即买好菜给你做好，为了跟你看一场灯会站了2个小时，你有一点点心疼他吗？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什么？我能感觉到他对我。但我感觉你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男朋友对我的好我不在乎，男朋友的父母要看我不在乎。既然你对什么都不在乎，迟早有一天大家都什么也不在乎你。我们不喜欢一个男生，我们可以不去不答应，但我们不要满不在乎。我们是一个男人，既然是一个男人，我们要疼女人，我们好好疼，我们不要巴结，把自己折腾得不像一个人。就这个。一开始大家都很欢乐这件事儿，为什么后来我们发现气氛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紧张？其实我们看一看，就是两个层面，一个叫关起门来的宠溺，就是你们俩之间关系的时候，你可以撒娇；另外一个就是生活的基本礼仪。见长辈在我看来属于基本礼仪，跟人约定了时间要修改时间是基本礼仪。女生现在是基本礼仪和私密空间的事儿，你把它都弄混了。所以就今天这个局面，为什么老师们特别着急啊？就觉得太过了吧。男生也挺过分的。我把你的话翻译过来，你看过不过分啊？我为了你丢了好的工作，我陪你考研。我为了你可以苦苦的守候，我为了你可以放下尊严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如果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人把自己这点东西都放下去了，难道仅仅是那边的错，你没有错吗？请大家分清楚，在恋爱当中我们还是独立的个体，即使结了婚我们也是独立的个体，每一个个体都有他生命的尊严，不要因为所谓的爱情丢了自己的尊严。姑娘啊，认识自己的错误好不好？要想好就别秋后算账，放下一些成见。老师们的有些话可能说重了一些，不是想让你们好吗？一起进入内气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这3年相处以来，我心里很在乎你，只是我希望你能够多考虑我的感受一些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才能过得更加的好，我们走的路也会更长。其实我这一段时间真的挺不开心的，因为就感觉你以前就对我那么好，现在就反而感觉你变了，就什么事都挑我的毛病，就忍受不了我了。我以后会试着理解你，我也不知道这段感情还能不能走下去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变成熟，不能再那么任性了。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成长嘛，女生说的特别好，要成长嘛。好了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火烈鸟。哦，我这个是我送他的，就是为了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火烈鸟啊。然后呢？那时候我追他的时候，也有很多男生在追他，还有一个就对他特别纠缠，每天骚扰他。他第一时间想到我了，我去帮他解了围，然后他就作为感谢送给我一个小的火烈鸟，这也作为我追他的一个动力。因为火烈鸟象征着自由跟忠贞的爱情，所以我就坚持不懈把他追到手之后，我也送给他一只火烈鸟。他送给我那个大的是我们在一起之后，然后他跟我说让我一切困难都想到他，就第一时间要找他，他还给我承诺说无条件的对我好。所以请你记住生活的基本真理，没有人会无条件的对你好，别那么傻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那是爱，但你的肺真的寒，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哦，快乐涌上来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谢谢。来，各位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
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。来来来。一个专属天使。